我回来一搜维维的情况 ，My God， 全都是维维死了多久了？工体正式的开放第一场球赛，给你引出来神秘嘉宾，就唱《亚洲雄风》一首歌，我就没有想到这首歌我还能够再唱。到山上我学的是全部放空放下，感觉是我一个城里人跟和尚聊天的。我就是像和尚生活了10年呀。你们来看我，有一次你留下一本书了，一个卖掉了他的法拉利的和尚，不是说的就是我的事情吗？我是从8岁开始一直演到我当时是48岁了吧，疼的就已经脊柱就强直的动不了。还有一点就是我疼得龇牙咧嘴的，让他们10来岁的啊，他们都太小，才看着母亲是这么一个印象，所以我必须得离开。我就去了泰国的苏梅岛，那个岛上它有一个就是 Holistic Hotel 挺有名的，然后租好了山顶上的房子，陡峭的那么个山顶上，55度左右的这个斜坡，大概有个1000多米，一直就这么往上看。我那房子是大概100多平米的，可以看着大月亮落到海里，树影和那夜鸟的叫声，非常的 healing。天天就是这个那个，就是全部的这些理疗程序，冲了肝胆又得洗肠子的，是每天换一次血的那种感觉吧。早晨4点多钟醒了，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多钟。3年了，终于可以直立行走了。18年春节的除夕晚上嘛，他们弄了一堆那个国际学校的朋友都来帮妈妈庆祝，完了就带回来了。那车下山的时候，他们都已经在海边坐好。猴年，夕阳照着我，特别美好。下山的时候，突然那个刹车闸，哈哈，那个女孩，哎就 shit I said what the brake doesn't work。我心想，脑子就懵了。当时那个骨节已经是整个断了，就剩那个骨头上的皮还连着，脊柱的。我是铁架子睡觉啊，睡了很久。我不会是这个哭着惨兮兮的那种，你就是把嘴角想办法就让它往上笑，你这样待着，慢慢你就会高兴起来的。我自己读的一本书《The Woman Who Danced》还是《Run with the Wolf》那个。我说我希望用你的声音给我朗读出来。我天天 meditate 那一段，我想象我自己可以跟那个与狼奔跑在野山里头，所有的那种幻想，因为我动不了了呀，我就想用我的大脑这样唤醒我机体所有的机体的这些能力，很管用，真的很管用。我自己也很钦佩自己能够把这3个孩子这么健康的走到了今天。其实孩子是在教你如何去倾听，如何去做朋友，如何去看到自己。我们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起聊。昨天我跟我几个朋友吃饭的时候就谈到，说他发现在我们家深讨论问题和人生中的问题特别正常，然后在他家里其实是个非常不正常的事情，但在我们家是几乎任何事儿都能谈。比如说我之前有抽烟的习惯，然后妈妈那天也跟我说了，不是说你抽烟这个东西是个问题，是你对生活的一种态度，你就是觉得没事儿，今天我抽一根，在工作上在感情上等等，你也会这种被动的，今天就先不管了，就这样，你就不是在主动的去面对你的生活。他们仨各有各的好，各有各的亲法不一样，所以很丰富给我的爱。我这辈子没追过男人，就从来没追过男人。刚认识他的时候，对他这个人没有兴趣，但是他感动我是他弹钢琴和与众不同，是那种非常自由的亲密关系的开始呢。是我去欧洲，我们一起写作嘛，然后我住在他们的客房，在他的工作室那么老大个吧，一个钢琴，聊起说你中国有没有什么你觉得特别古老的歌曲？我突然想到了《小河淌水》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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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棒的我们的 soul music， 我们的 blues。然后他说你唱我跟着你，然后这小河淌水。他跟我做到了，就是整个的这种玩法。我说 My God，
这个音乐这个人懂啊，他第一次收买我的人心。所以我们离婚的时候，唯一遗憾就觉得，哇，这个歌成绝唱了。我认为是真正的婚姻的是 Michael 之后，我有一位，他完全就是我想象的恋人那样，就是大家能一起成长的，非常的浪漫，也非常的勤奋，也非常的 humble。他的孩子和我的孩子，当时我们都是处理的非常好，那是我非常满意的婚姻，虽然没有去领证。我觉得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先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独立生活，你会觉着很满足，你才会有一个完整的爱情。不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幸福的按钮交给那个人，他一来了我就幸福了，那你永远幸福不了。你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创造幸福的人，他也会认出你是可以共同创造幸福的人。我过去的我是艺术和爱情是我的生命，从山上下来以后就不是这样了。艺术和爱情它只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，但是其实我生命远远大于所有我曾经的认知，就是生命本身呢，就是这种自在啊，就是活在此时此刻。